他是帝国皇子，但皇帝老子要杀他，太子要杀他，天下第一美女要杀他，所以他只能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特种部队自保，只能在酒后写出震惊天下的诗词，只能虎躯一震，将封地治理成世外桃源，让四方能臣武将皆来投。夏天的目光在松林中扫过，突然发现一个脸部被遮掩的女子，她身形轻盈，步履如飘，飘然而至，仿佛雪中的精灵。虽然看不清她的容颜，但从她散发出的气质来看，她必然是一位绝世美人，且拥有不凡的武功。夏天的心中一动，他认出了女子的轻功，惊叹道：“踏雪无痕。”而女子也不掩饰自己的身份，承认了他的猜测。夏天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拜师之意，他渴望学习女子的武功。女子对夏天的请求保持沉默，一瞥之下，他对夏天的武功天赋表示赞赏。然而，他也指出夏天已经错过了最佳练武年龄，不适合学习他的那家功夫。夏天却有自己的打算，他知道自己有修炼易筋经和洗髓经的机会，这两部神功可以逆转他的生理条件，使他重新成为武道高手。尽管女子建议他修炼外家功夫，但夏天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。在离开前，女子告诉夏天，如果他能活着走到大荒州，就能了解一切。就在此时，夏天的部下卢树和高飞赶来，他们的出现让夏天感到温暖，表明了他们的忠诚和能力。夏天指挥他们清点战利品，心中满是喜悦。这场战斗，他们夺得了许多战马，这将是他们未来行动的利器。夏天下令将所有的战利品带回物堡进行检查。在物堡内院的司马兰房间里，烛火闪烁，映出司马哥恭敬的身影。他汇报着松树林的情况，描述了荒亲王与黑衣女杀手的激战，以及女杀手被人扭断颈骨的惨状。然而，他对于荒亲王是否亲手杀死女杀手却表示不太确定，因为荒亲王并不具备那家真气，很难与二流武者对抗。司马兰思考片刻，推测可能有第三人出现在现场，但没有留下踪迹。他认为有可能是这个第三人杀死了女杀手。司马哥对此表示赞同，但也指出在雪地上不留痕迹需要达到宗师级境界。然而，司马兰认为民间也有可能有奇人异士练就了踏雪无痕的轻功。他对于荒亲王为何要与女杀手交手充满了疑问，同时也怀疑是否有第三人的保护的存在。就在此时，夏天监督着清点战利品，他们战胜了来犯的100名黑衣杀手，缴获了大量财富，包括金票、银票、兵器和战马。小白和高飞对于这份战利品感到兴奋，但夏天却提醒他们要珍惜每一分财富，用于大荒州的建设。正当他们商讨之际，一名伤兵突然闯入内院，报告有人前来求见，名叫乾隆。夏天立刻起身，表示要前去见他。物堡门口，白纱蒙面女子傲然而立，她身后跟着一群14、15岁左右的少年，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衫单薄，身背着一个大包袱，浑身发抖。夏天眼睛一亮，但蒙面女子却默不作声，只是伸出玉指轻轻一弹，一道金光飞入夏天手中，是一个金色令牌，上面刻着3个字：乾隆令。然后蒙面女子消失不见，留下一句话：将这些孩子带给我。夏天心中疑惑，他揣着乾隆令，不禁想起了乾隆会。风呼啸而过，却没有回答他的疑问。小白递来乾隆会的名册，夏天接过来，目光扫过其中的名字，这些少年竟然都是乾隆会的人物。夏天问起蒙面女子的身份，但小白摇头表示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要去大荒为夏天的荒州王府出力。夏天心中仍然疑惑，但他没有多问，开始和卢树、小白一起验收这些少年。他们一个个被问及出身资料，答不上来的便被认定为谍者。卢树和高飞对夏天是乾隆会少主之事并不意外，因为秦贵妃被传为乾隆会之主的传说一直存在。他们知道，掌握的力量越多，活着的几率就越高。至于乾隆会是否反对大夏朝廷，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太子必杀之人。高飞观察着那些衣衫单薄的少年，猜测乾隆会将他们送来的原因是因为穷，但夏天却指出他们背着的包裹里装的是棉服，猜测他们被送来的目的不单纯。高飞静下心来，仔细观察着这群少年，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虚弱不堪，但眼神却锐利如鹰，身体也散发出一股野性的气息。高飞意识到，这些少年虽然外表柔弱，但内心却是强大坚定的。他想到了一些传说，眼中闪过慧光，他们是死士，而且是用古藏剑法训练的。这种死士天赋异禀，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磨砺，已经具备了成为顶尖武者的潜力。司马兰的声音突然在夏天耳边响起，他确认了高飞的猜测，这确实是藏剑死士。他们虽然年幼，但训练有素，基础打得很牢固，只待稍加磨砺就能成为武道强者。夏天心中震撼，他意识到这些少年的潜力之大，如果他们得到适当的培养和指导，将来必定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司马兰解释说，死士分为3种，其中藏剑死士是最为精锐的一种。
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告知自己的身份和使命，认为为主人而死是无上的光荣。他们的身体和心智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和磨砺，是天生的杀手和保护者。当这100名藏剑死士齐齐跪在雪地上，向夏天表示效死之时，夏天心中涌起一股激动之情。他明白，有了这些藏剑死士的支持，自己的力量将变得无可匹敌。太子的行动将决定一切，而藏剑死士的加入无疑会给这一切带来新的转机。夏天站在藏剑死士中间，目光深远地望着远方，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敬意和责任。这一群藏剑死士不仅是秦贵妃对他的信任，更是乾隆会的重要力量，是他未来施展抱负的基石。秦贵妃将他们交托给夏天，等于将乾隆会的精英力量交付于他，这让夏天倍感责任重大。在这群藏剑死士中，有一个名叫藏一的少年，他似乎是领头人。夏天走向藏一，询问他的名字，藏一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回禀主人，藏一。”他的回答充满了冷酷和坚定，让夏天对他产生了一丝好奇。夏天试探性地问藏一，如果他要求藏一去死，藏一会怎么做？藏一毫不犹豫地拿出一包毒药，表示愿意为主人而死。这种对主人的绝对忠诚，让夏天心中生出一股莫名的感慨。然而，夏天并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死亡，他命令所有藏剑死士，除非有他的命令，否则绝不允许死去。他要他们活着，体会人生的意义，而不仅仅是为了死去。这番话让藏一和其他藏剑死士感到迷茫。他们过去的信条是为主人而死，现在主人却要求他们活着。这种对生死的态度与以往截然不同，让他们感到困惑。夏天决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要给他们一场不一样的人生。他将他们编入亲卫营，单独组成100人队，由他直接指挥。这是对他们的信任和重视，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成就。司马兰询问小哥，这些藏剑死士比之他如何？司马哥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他对司马兰说：“小姐，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虽然这些藏剑少年现在的战力还弱于我们，但若他们练出那家真气，进境就会1日千里。到那时，我们的人不是对手。”司马兰对此感到好奇，问司马哥为什么这些藏剑少年尚未修炼出那家真气。司马哥却告诉他，这些少年早就有了修炼那家真气的资质，但他们一直在打磨身体，想将自己的肉体打磨到极致，以便那家真气一旦产生，能够更加霸道，成长速度也更快。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宗师，这让司马兰感到惊讶。藏剑死士的修炼之路确实与众不同。司马哥笑着说，他原本担心的100名伤兵在山林中会吃亏，但现在有了这些藏剑死士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司马哥故意大声问司马兰是否要向老爷告知藏剑死士的事情。司马兰拒绝，称这是王爷的底牌，应该出其不意的使用。他命令封口令，对泄密者进行处置。车队开始出发，前往大荒州。夏天命令高飞探明前方匪寨情况，准备剿匪计划。不久后，桃花物堡门口出现了一队骑兵，他们进入物堡后，发现了100名黑衣杀手的尸体。花无间感到惊讶，怀疑荒亲王是否是神仙，能够反杀这些杀手，但他们决定继续前行。高公公问花无间，太子能否在前方杀掉荒亲王？花无间表示信心十足，相信太子在前方布置的必杀局。花无间决定派出殿前司的哨探前去追踪荒亲王的车队，以确保他们无法逃脱猎杀陷阱。在司马丞相府，司马建得知荒州王的车队已经出发，他询问车夫关于2名暗谍的情况，但车夫回答说暗谍没有传回任何消息。司马建推测荒亲王身边必有秘密武器，因为他们成功击败了一群精锐武者，但是司马府的人并未参与其中。这一情报让司马建对荒亲王更加好奇，他决定派人继续监视荒亲王一行，以便找出其中的秘密。司马建的女儿司马梅近来向他表达了自己不愿嫁给太子的想法，他认为太子行为不端，而且荒亲王的魅力让他感到好奇。司马建得知了大街小巷中关于龙子的传言，司马梅也提到了一个秘密组织乾隆会，这让司马建更加确定有人在幕后操纵，转移大夏朝廷的注意力。司马建告诉司马梅荒亲王的志向，他的高尚志向让司马梅感到震撼。忽然，司马梅的体内一股强大的内家真气从他全身毛孔喷薄而出。父亲，我想去保护二妹。司马建对司马梅突破境界表示惊喜，但他也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。他告诉司马梅，太子已经向皇帝求婚，而且很可能即将得到圣旨，这使得司马梅感到愤怒。他意识到自己和妹妹只是太子的工具，但他决定寻求自己的自由。司马建看着司马梅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，但又欣慰地笑了笑。不久之后，管家匆匆进来报告司马梅已经离家出走。司马建决定传达消息，让全城都知道司马梅的行为。与此同时，
在皇宫中，夏帝得知荒亲王一行平安出发后，发生了一系列蹊跷事件。黑衣杀手被百名伤兵反杀，皇城寺的探子被神秘杀害，而司马家的女儿司马梅也离家出走。夏帝决定对太子进行惩罚，暂时禁足他，并让皇城司继续监视荒亲王一行的动向。在太子府中，太子怒气冲天，责问大圣使为何百名武道杀手被百名伤兵反杀。大圣使表示，昨晚的袭击计划仓促，导致失败，但他保证已经在荒亲王的路线上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次一定能够成功。白衣蒙面女子如同一道闪电，迅速穿梭在雪地之间，几乎是不可捉摸的身影。她紧追夏天车队，轻易地斩杀了各路探子，即使这些探子都是经验老道、功夫高强的人物。两个皇城司的探子也不例外，他们的警告声刚出口，就被白衣女子一剑刺穿了咽喉，鲜血喷涌而出，雪地上又多了2具尸体。白衣女子冷冷地站在雪地上，目光扫视着周围，毫不畏惧皇城司的威胁。她的身手之高超令人震惊，能够轻易地将所有监视车队的探子尽数斩杀。当她的目光落在夏天所在的马车上时，她不禁感到好奇，思考着夏天的医术究竟是从何学来。白衣女子并未停留，扔出了一枚带纸的飞镖，并在纸条上写下警告和清除探子的信息。随后，她消失在雪地之中，留下车队周围一片静谧。片刻之后，藏医检查了飞镖和纸条，并立即安排藏剑少年画出了白衣女子的画像。2个藏剑少年绘画技艺高超，将白衣女子的容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纸上，细致入微。夏天得到纸条，上面写着前方有陷阱的警告和清除探子的信息，但却没有落款。他仔细观察了白衣女子的画像，虽然她遮面，但依然无法掩盖她的美貌和身姿。夏天好奇地询问藏医，为何白衣女子要帮助他们？藏医推测，白衣女子可能出于对夏天或司马府小姐的关心，才会出手相助。随后，他们得到藏十一的回报，附近有一座2龙山，有一伙鸡年老匪正在抢劫一行富豪。夏天毫不犹豫地决定前往，试图斩断匪徒的恶行。藏医冷静地分析了太子可能布置的陷阱，但夏天依然决定前行。这一路上，他们不仅是为了自保和筹措物资，更是为了传扬正义之名，让天下人归心。夏天感受到藏医的坚定和深思熟虑，对他的敬意更深。这时，藏医提及先秦时的诸子百家，夏天好奇地问及藏医的师承，意识到藏医并非简单的剑客，而是背后有着深厚学识的人物。